临近婚期的第2天，女朋友一家得知我家拆迁款下发，突然要求把原定的18万彩礼改为108万。我转头取消婚礼，让女朋友追悔莫及。收到3000.00元，当前余额300万。妈，这是不是你之前说的拆迁款？没想到真发下来了，太好了，小赵、小唐，以后你们兄妹俩就有保障了。岳母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亲家，快坐。我来是想谈谈彩礼的事儿。亲家放心，18万已经打过去了。18万不够，起码得108万。108万，亲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之前不是聊好的？你们也知道，我家小柯名校毕业，还在大企业上班，这条件放哪儿都是顶顶好的。结婚规德怎么能跟别人一样？可是咱们这儿的彩礼最多也就12万，18万已经很高了。何况这么多钱，我家的条件也拿不出呀。你家的拆迁款不是下来了吗？这点彩礼还出不起？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你这是知道我家拆迁款下来了来捞钱的。什么捞钱不捞钱的？我家小柯的条件，你18万就想娶回家，做什么春秋大梦？当初您要求市中心的房子还有车，我们都置办了。平常人家12万的彩礼，你开口就要18万，我们也认了。还有3金那些也给了，现在你才来说18万不够，不可能。阿姨，你既然不满意彩礼，之前就应该提出来，而不是等到我哥他们要婚礼的时候才说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这是在怪我？亲家母，108万不是小数目，要不还是等两边孩子把婚礼走完之后，咱们两家一起坐下来，再好好谈彩礼的事儿，行吗？不行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咱们这边彩礼是不高，但这么点钱就要把我养了20多年的女儿嫁出去，我实在是难受。这要是换成你家云堂，你肯定也不会高兴的，是吧，亲家？反正108万彩礼1分不能少，否则我是不会让我女儿嫁给杨昭的。可是咱们两边请帖也发了，酒店也定了，现在这样搞，不是让亲戚们看咱们笑话吗？杨照工作一般，他爸又是个短命的，亲家母你自己也没个收入和保障，根本帮衬不了杨照，还带着个在上学的妹妹，每个月就只能吃点几千块的死工资，别说养活一家人，养活自己都够呛。要不是我家小柯，谁愿意嫁给他？你说谁短命？你爸早死难道不是事实吗？还说不得了了？前些年我娘家侄女条件还没小柯好，彩礼就有68万，要不是小柯铁了心要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，我才不可能答应这门婚事。杨超，别怪我临时变卦，你能娶到我家小柯都是祖坟冒青烟了，我多要点彩礼，就当是这几年你对小柯的补偿。这108万你们什么时候凑足，我什么时候让小柯上婚车。这件事小柯知道吗？我是他妈，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行，那我就回去等你好消息了。记得108万彩礼1分不能少哈。妈，这个婚我想不结了。哥，你别意气用事，还2天就要和嫂子结婚，你起码得去看看她的态度呀。对，你跟小柯交往这么久，他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？肯定是他妈自作主张，跟小柯没关系。
我现在就去找王珂问清楚。看见了吧？那件婚纱就是我准备结婚用的，当时挑了好久呢。这婚纱居然要10几万，这么贵，租金应该也不便宜吧？还行吧，租金一天也就1万吧。小柯，既然一天1万的租金都能给，你为什么不试探一下，让杨昭给你买下来？什么意思？你想啊，一个人要是真心喜欢你，是不是你的所有要求都会想办法满足？咱们也不说让他真给你买，你就假装说想把婚纱买下来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。莹莹，杨昭哥1个月工资本就不多，还愿意为小柯买房买车，彩礼也给了18万，明显是真心的。就只是试探一下，又不是真让他买。要是这点小事他都看不出来，那说明小柯在他心里还不如一件婚纱重要。我觉得莹莹说的有道理。杨照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套婚纱我想买下来，你现在帮我买。这件婚纱10几万，咱们不是说好只租2天吗？你不是说好我要什么都可以给我吗？现在我要这套婚纱，你买不买？我要是不买呢？那就取消婚礼。王珂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那你就说买不买。咱俩交往的时候，你自己说的会给我最好的一切，你现在不给我买，是不是早就不喜欢我了？还有2天就是婚礼，你现在要取消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过结婚？杨哥，你误会了，小柯只是想试探一下，并没有真要你买婚纱的意思。我不同意就是试探，我要是同意了，那是不是就真要付钱买了？只是试探，你一个大男人那么认真做什么？我看你就根本没想过好好对待小柯。王珂，今天你妈跑来说让我把彩礼涨到108万，否则就不让我们结婚。你也是这个想法吗？我妈应该只是心疼我，担心我受委屈，所以才提高彩礼。早不提晚不提，偏偏要结婚了才说。她真是心疼你吗？她怕不是存心想搅黄婚礼吧？差不多就行了。等咱们结婚了，这个彩礼不都是咱们小家的吗？你能不能多为我想想？毕业第1年，你说不想异地，我当天辞了月薪2万的工作跑来找你。后来你说要市中心的房子，我掏空积蓄，花了100多万在市中心买房，难道我还不够为你着想吗？房车是结婚的基础，算什么为我着想？再说你一个大男人，家里没爹，你妈又是个老年生活没保证的，要是没房子，谁敢嫁给你？杨昭哥，小柯不是故意这样说的。小柯，快跟杨昭哥道歉，别拿以事之人说事。道什么歉？我就是故意说的，怎么了？他还能打我不成？王珂，我自己买的房子，你却让我婚后把房子改成你一个人的名字，我答应了，也是不够为你着想。我都嫁给你了，那房产证上的名字写谁不是都一样？还有车子，你说房子离公司远，想要一辆车，我妈又去借钱买车，催债的人好几次找上门来，这些你都不闻不问，只想让我婚后把车子也过户到你的名下。房子、车子，再加上18万的彩礼，将近200万。那你的陪嫁呢？到现在为止，你都还没跟我说过你的陪嫁是多少？还是说从一开始你就没想过陪嫁的事？当然不是，只是嫁妆的事都是我爸妈在安排，我没问过，所以不知道而已。杨照，你没事吧？小柯还没跟你结婚呢，你就惦记他的嫁妆，真是穷男人的钱用不得，用了还不知道会被记恨多久。莹莹，别说了。徐荣，你到底站哪边的？杨志都这么过分了，你还想帮他？所以，王珂，
对于你妈说的108万彩礼，你也是认同的是吗？是我妈都是为了我好，我当然要听她的。反正结婚了，这个钱也都是给咱们小家用的，又没多大损失，你计较这么多做什么？好一个没损失！咱们5、6年的感情，竟然还需要你用这种方式来示弱，从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人的付出，这样的小家真的是家吗？王珂，我想好了，你家的门槛太高，我攀不起，婚礼取消吧，彩礼请你们尽快退还。以后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也能去找一个出得起108万彩礼的人。就这样吧。小昭，你跟小柯聊得怎么样了？他有没有说回去跟亲家母谈谈？王珂说他妈是为了他好，他都听他妈的。平时他妈多说2句他都嫌烦，这个时候开始听他妈的话了。小赵，那你现在怎么想的？我想好了，我要退婚。小赵，取消婚礼不是小事儿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而且咱这不是还有拆迁款吗？108万，为了你的幸福还是出得起的。这还考虑什么？我们一再让步是他们得寸进尺，根本就没想过好好结婚，就是图我们的拆迁款。妈，咱爸早逝，一直都是您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妹长大。王珂他妈明知道这事儿，还要往您伤岛上撒羊，连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。结交这样的亲家，以后还不知道您要受多少委屈。哥说的对，小赵，妈没别的指望，妈只希望能看着你们成家立业，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，妈受点委屈没什么。我可以成家立业，但我想要的是一个值得我付出的人，而不是像王珂这样只知索取却不懂感恩，甚至是瞧不起我家人的人。小赵，妈是觉得你和小柯交往这么久不容易。妈，对于这种不值得的人，不用惋惜，我只恨自己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想明白这个道理。我相信，以后我会找到真正喜欢我的人。好吧，就是这事儿要是传到那些亲戚朋友耳朵里，还不知道怎么说，他们嘴上没个把门的，要是乱猜测还到处传播，对你名声不好。嘴长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爱说什么谁也拦不住，但是日子是要自己过的，要是自己过得不舒心，这婚不结也罢。妈，不管你过得好坏，都会有人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嚼舌根，咱们只要自己知道自己过得好就足够了。那好吧，既然要取消婚礼，那就趁早通知那些亲戚，别让人家白跑一趟。谢谢妈，我这就去办。小柯，你回来了。杨照给我发消息，让我退还彩礼是怎么回事？你有没有问他？他怎么说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谁让你不经过我同意就说涨彩礼的事儿，害得杨昭来找我吵了一架。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我还怎么出门？你这丫头，我做这些还不是为你好？他家现在拆迁款肯定不少，你俩结婚了，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让他多给点彩礼怎么了？可是你也不能搞得我夹在中间两面为难吧？万一他一时气不化不结婚了怎么办？不会，他那么喜欢你，当初为了让我和你爸同意婚事，大冬天的跪在门口求我们，为此还发了好几天高烧，眼看马上就要婚礼了，他不可能放弃的。别说，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那一副低声下气的模样，生怕我们说一个不字。可是108万会不会太多了？杨昭不给怎么办？要不然还是少点儿。不行，彩礼只能多不能少。他要是彩礼都不愿意给，结婚以后更不可能给你钱了。你不在结婚前把他拿捏住，以后这家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是啊，姐，杨昭不是说过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做吗？那就让他多给点钱，这才是实质性的东西。小柯，你就可怜可怜你弟弟吧。你弟岳丈那边明确要求88万彩礼，咱家没什么钱，你要是也不帮忙，你弟的婚事就泡汤了。这么高，你没跟你岳丈家谈吗？这么高的彩礼，咱家哪里出得起？
88万就是谈后的彩礼，一分不能少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要求一套新房和一辆大奔。什么？小柯，真不是妈故意刁难他。你也看到你弟的情况了，咱家真没办法，只有杨卓手里的拆迁款能救命了。你找他要过来，再买一辆新车，到时候你弟的婚事有着落，你手里还能剩个20万。还有房子，韩寒他们要求是市中心的房子。房子倒是好说，等我结婚完，市中心那套房子让给你就是。但是大爆怎么办？现在这个车10几万买回来的，才用半年，突然又买新车，我怕杨昭不同意。他现在还因为彩礼的事跟我闹脾气。凯琳是他小舅子，他有那个能力帮助小舅子，凭什么不帮？现在闹脾气，只是想在结婚前把你拿捏住，你可不要上他的当。何况他那么喜欢你，你好好跟他说，他肯定会同意的。行，那我待会儿跟他说。谢谢姐，还是姐对我最好。谁让我就你这么一个弟弟，我不对你好对谁好？小柯，你买新车又把房子给凯琳，杨照知道会不会不高兴？放心吧，爸，杨照之前就已经答应我了，等结婚了，房子和车子都写我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些本来就是咱家的东西，给凯琳用没问题的。你这没眼力见儿的，咱闺女什么条件你不知道？杨昭能娶到小柯，那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房子车子都是小柯应得的。就是，咱们才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，更应该互相帮助。杨昭受到底只是个外人而已。可是房子给了凯琳，到时候小柯你跟杨昭住哪儿？他家现在有拆迁款，不差这点钱，到时候再让杨昭买一套就是了。对，到时候还能买离公司近一点的房子。那好吧，不过你说话委婉一点，别把人家惹急了。还有2天结婚，别闹出笑话。知道的，爸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你俩都取消婚礼了，他怎么还让你买车？可能是我之前说的不够清楚，我再打电话给他说一声。我就知道这小子根本舍不得你，你发个消息他就巴巴的过来给你打电话了。姐，你快接，他肯定是来给你道歉的，想让你继续跟他结婚。你可不要这么轻易的原谅他，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，知道惹你生气的后果。对，你接了电话就直接告诉他，想要获得原谅，就让他买个大拜给你弟。杨照，想要我原谅你也不是不行，就像我说的，去买辆大奔回来。杨照，想要我原谅你也不是不行，就像我说的，去买辆大奔回来。我弟过几天正好开去跟涵涵和他岳丈一家出去旅游。我买车送给你弟，你怎么不说我去买2辆大奔，一辆给他用，1辆给你用呢？可以，那你就去买2辆，表现你道歉的诚意。行，那你等着。哥，你该不是真想买车挽回他吧？怎么可能？那你刚才……我只说让他等着，又没说一定要买。还得是你。咱家的拆迁款都在这里，你拿上，把之前的车卖掉，重新换一辆好车。不行，我有车不用再买，何况这钱还是你的，我不能用。你的车之前让王凯琳拿走，开了那么久，还让他开坏了，维修了好几次。等你真正结婚那天，这样的车怎么能当婚车用？小昭，听话。王珂家那么看不起咱们，咱偏要叫他们知道后悔。好，都听妈的。杨昭要给我买2辆大奔，我就知道这小子嘴上说的再厉害，到头来还是冤大头一个。要不说我姐当初能看上他呢，我真是没见过比他还舔狗的人了。只要他把车买来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原谅他。等车拿到手，我还能跟我的朋友一起出去兜风。
杨照说要送我一辆大奔，等结婚完咱们就去兜风。真的太好了，姐妹就跟着你享福了。我也要跟涵涵说，到时候也带她出去兜风。姐，你知道我今天出去看到谁了吗？谁？该不是杨昭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我看到他去 4S 店了。他去 4S 店做什么？当然是买车呀。这是我拍的照片，我亲眼看到他进去，出来开着大奔走的。4S 店的销员特别客气的给他送到门口呢。真的？他这么快就买了？我还以为他至少想等到婚后再说。难道是准备结婚的时候开过来？必须是，不然你要是婚礼上不高兴了，反悔不结婚，他不得在亲戚朋友面前丢尽脸面？说的也是，看在他这么高效率的份上，只要他凑齐108万彩礼，我就同意跟他结婚。听说小柯结婚，男方愿意出108万彩礼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小昭这孩子虽然条件差了点儿，但是对小柯还是不错的，而且他家的拆迁款也下来了，彩礼自然是越多越好。不然他这条件，我才不同意他俩在一起呢。哎呦，那可真是天大的好事，以后小柯嫁过去可是享福了。而且小柯男朋友对小柯可以说是百依百顺，市中心的房子说买就买，那里一套房子可要150-160万呢。也就还行吧。今天婚礼他还专门买了一辆大奔，我都说了不用花那个冤枉钱，他非说要让小柯风风光光的结婚，我也是拦不住，就随他去了。真的假的，老王？你媳妇儿不会是骗人的吧？是有这回事，反正是小昭的一番心意，我也懒得掺和。小柯，那杨昭真买大奔了？他有那个钱？那当然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豪车呢，还得是咱们小柯最有能耐，以后姐妹就抱紧你的大腿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来？多半是路上堵车呗，不用管，他肯定会来的。要是他敢迟到惹咱们小柯生气，小柯让他哭都没地方哭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杨昭还不来，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，他还想不想结婚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去打电话问啊，这种事还要我教你吗？有事儿？你还好意思问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给我滚过来，是不是不想结婚了？我知道了，这就过来。他说马上过来。让他搞快点，这么多人都等着。结个婚都能迟到，早干嘛去了？等会儿他来了，必须狠狠给他一个教训。这个车我刷到过，落地40多万，扬州居然买了这辆车，这么好的车，老王这个女婿还挺有实力啊。结婚就敢迟到，以后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。待会儿他下车，必须先让他把彩礼补齐了，才能答应求婚，听到没？还有我的车，一定让他把车钥匙给我。我家涵涵还等着我开大奔去接他呢。我都知道，你们放心吧。杨昭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今天结婚你上哪儿鬼混去了？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把我放心上？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都能迟到，今天你必须给所有亲朋好友下跪道歉，再赔偿30万给小柯做彩礼，否则休想把小柯带走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来结婚的？什么意思？听不懂我就再说一遍，我是来退婚的。还有，之前给你们的彩礼，麻烦你们如数退还。杨超，你什么意思？非要在婚礼上闹吗？我闹？那你们让我在婚礼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下跪道歉，又是什么意思？你婚礼迟到，害得大家一起等你这么久，只是叫你道个歉，又没少块肉。你说的对，婚礼迟到确实应该道歉。知道就好，知道错那就自己。但很可惜，
我不是来结婚的。趁现在大家都在，我想请大家做个见证。2天前我家刚拿到拆迁款，王珂一家子就找上门，把之前商定好的18万彩礼提高到108万，否则就不让王珂嫁给我。还有王珂，更是要求我买2辆豪车给他和他弟王凯林，否则就不原谅我。这一家人纯粹只是将我当成提款机。老王，你们家这样可不地道了，都商量好的婚事，怎么能说改就改呢？俩孩子都交往这么久了，18万彩礼也比普通人家高得多。就算不满意，那也不能提得这么高啊！108万，当你闺女是金疙瘩做的？去，有你们什么事儿？我闺女长得好，学历高，还在大公司上班，这样的条件在咱们这儿上哪儿找？何况他家拆迁款那么多，结婚以后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拿出来给小柯当彩礼怎么了？我看你就是存心想骗婚，自己那么多钱，就拿18万出来娶媳妇儿，门儿都没有。还有我的车，杨钊，你答应了我姐要买车给我的，你要是拿不出来，就别想结婚。想要车，你要的车，拿去玩吧。你竟然敢拿模型车糊弄我！你只是说想要车，又没说是真车，这模型车也够你玩了。凯琳可是你小舅子，你就这么欺负他吗？别乱说，我跟王珂没结婚，他可算不上小舅子，顶多就是个路人，哪有朝路人伸手要车的？杨钊，你没钱的时候，小柯要什么你都买不起，现在自己有钱了，也不愿意给小柯花钱。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？莹莹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杨钊哥以前也没少给小柯花钱，以前都会给小柯花钱，现在有钱了，怎么不能继续给？我看他就是出轨了，才突然性情大变。莹莹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才不愿意给彩礼？那个女人是谁？天杀的！我就知道杨钊这小子靠住，要不是担心小柯嫁过去受委屈，谁稀罕那点彩礼？没想到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，刚有钱就在外面找人了，谁来给我家小柯一个公道啊？杨初，快说那个小三是谁？你给了他多少钱？赶紧去要回来！王珂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，甚至还想找一个并不存在的小三来往我身上泼脏水。难道不是吗？明明你以前说过赚的钱都是给我花的，现在不愿意给，你敢说不是自己在外面找了人？没有证据的事儿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还诽谤？吓唬谁呢？快说，你是不是把钱都给那个小三儿了？赶紧去把钱都要回来，并且保证以后家里钱都交给我姐保管，尤其是那笔拆迁款，否则今天这婚礼就别想搞。这主意好啊，那么多拆迁款，只要拿到手，要啥没有？凯琳说的对，赶紧去把你的钱都收回来，再把你的车给凯琳。今天这婚礼流程，我就勉强允许让你们走完。小赵，你说个实话，是不是真做了对不起小柯的事儿？要是做了，就赶紧道个歉。是啊，你俩都走到结婚这一步了，也不容易，可千万别犯傻。正如你们所说，我和王珂走到结婚这一步不容易，可这份不容易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付出。试问谁家岳母在结婚前2天毫无征兆的要求涨彩礼？拆迁拆的是我爸妈的老房子，不是我的，凭什么要我妈拿出这么多钱当做彩礼给他们？抛开这些不谈，我买房买车又是彩礼又是3金，加起来快200万，这还不算布置婚礼的花费。而他们家从始至终没想过陪嫁的事，现在甚至还要编排一个不存在的罪名朝我泼脏水。这样靠我单方面付出的家庭，真有组建的必要吗？小柯，你爸妈真没给陪嫁？我不知道，这些都是我爸妈在弄，我没问过。小柯他娘，你这就不对了，要那么多彩礼，怎么能不回陪嫁？老王你也是，他们娘俩胡来，你怎么也跟着闹？好好的婚礼搞成这样，像什么样？他们家做的还不仅如此，在我明确提出取消婚礼的情况下，他们不仅不退还彩礼，还想从我身上捞钱，要求买2辆大奔送给王珂和王凯琳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当时咱们商量这些的时候，你不也在边上点头了？现在全怪到我头上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？你这个疯婆子！既然之前私底下的通知你们不当回事，现在这么多人作证，我杨车从今往后跟王珂断绝关系，房车这些还在我名下，我就不说了。18万彩礼加上送给王珂的3金，麻烦如数退还。退婚不是儿戏，当着这么多人，你忍心看着我丢尽脸面吗？
原来你也知道丢脸。那刚才你们让我当众下跪道歉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也会丢脸？那都是我妈自作主张，跟我没关系。可是你也没阻止，不是吗？在你看来，不仅是我妈和我妹，都是可以让你们随意践踏的人，所以你们才会毫无顾忌地将我爸的事当作笑事拿出来说。我那是在气头上失去理智了，不是故意的。你以前说过会一辈子对我好的，我只是说了2句错话而已，你不要揪着不放好不好？只是说错了2句话，那彩礼呢？你家里人临近婚周期突然变调找我要彩礼又怎么说？我都解释了，是我妈担心我受委屈才这样做的。你要实在不高兴可以说出来，没必要耿耿于怀。大不了那钱我不要了，咱们现在就去领证，到时候我妈也没办法。现在去领证，然后再搬出那套夫妻共同财产找我要钱，是吗？也别打感情牌了，都是成年人，做事干脆点，也给自己留点体面。杨昭，你再这样就真的失去我了。不值得的人，对我来说失去了关系。请你们现在将彩礼全部退还，有这么多亲戚朋友做见证，以后也不用担心什么纠纷。不行，彩礼那些都已经给了，那就是我家的东西，你不能拿走。妈，不能退婚，不然我的彩礼谁给我出？小昭，你看你跟小柯都好几年的感情了，这关系怎么能说断就断？你要是不满意彩礼的事儿，就当妈给你开了个玩笑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妈只有张兰一个，你是我哪门子妈？我再给你们1个小时，1小时内将彩礼全部退还回来，否则我不介意报警，让警察来帮忙调解。那是你给我姐的彩礼钱，今天你们必须结婚，彩礼也不许退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是王凯琳自己动手打的我。等事情结束，我就去做伤情鉴定，追究王凯琳的责任。追究个屁的责任！老子就打你了又怎么样？要么自己滚蛋，要么就老老实实跟我姐结婚。休想！有事说事，不许动手。秀琴，你怎么教孩子的？说不过就耍赖打人。老王，这次是你们做的太过分，既然俩孩子没缘分，就把彩礼退了吧。混账东西，还不快住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彩礼都还回去！不行，小昭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你要怪就怪我，别怪小柯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了你们俩。不用了，我决定好的事从不反悔。等你们把彩礼退还，咱们就两清了，以后互不相关。可是别说了，还嫌不够丢人，赶紧把彩礼退回去。彩礼3金这些都放在家里，还得找一找，1个小时应该来不及。你不是都放在保险柜里？我那不是觉得放保险柜太惹眼了，小偷进来知道保险柜里有东西吗？就换了个。多此一举。你先回去，彩礼的事儿等我们回家找出来送去你家。行，我就给你们1天时间，明天这个时候麻烦将彩礼还回来，否则我们法庭上见。彩礼都在这张卡里了。算是吧。什么叫算是？到底是还是不是？原本彩礼都是在这里面的，但是之前去跟凯琳的亲家聊婚事，就拿这张卡刷了点钱买礼物。花了多少？不多的话，咱们贴点钱补上。应该没多少。没多少是多少？说实话。可能5、6万吧。多少？你是给他们买金子了吗？花这么多？妈，那是我的嫁妆，难怪杨照要彩礼，你推3阻4，你动我嫁妆不跟我说，还花出去这么多。要不是他闹着退婚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不告诉我了？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涵涵家里都是体面人，要是咱们买的礼物便宜了，人家看不上，凯琳的婚事不就没了？你3金呢？当时打3金也花了3、4万，你不会也送出去了吧？我那不是想着，反正放着也是放着，就当礼物送给涵涵，还能省一笔钱嘛。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趁现在赶紧给他们家打电话，把礼物和3金还回来。不行，送出去的礼物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？我以后还怎么在涵涵面前开几套？不让他们还回来，难道你来补彩礼的空缺？要我说，根本就不用还。不用还？什么意思？杨朝当我姐的舔狗都当这么多年了，不可能突然就转了性子。我看他就是吓唬姐，
就等着姐低声下气的去求他，说不定还会找个女人假装走得很近的样子，让姐后悔。到时候他提什么条件，姐都会答应的。凯琳，你确定吗？我自己就是男人，我还能不了解他在想什么？等着看吧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可是他在婚礼上的态度那么坚决，不像在演戏。姐，你看你自己，你现在就是被他拿捏住了才会怀疑自己，实际上就是白担心。他那窝囊废，你以前嫌弃他做的饭菜，说他做的猪食的时候，不也忍了吗？我同意，咱们就不能被牵着鼻子走。那好吧，那就再等等。出去一趟，你的脸怎么这样了？谁打的？是不是王家人动手了？妈，我没事，就是王凯琳突然冲上来打了一拳，我没躲开。什么？他们竟然真敢动手！我去找他们算账！这个王凯琳简直就是地痞无赖！哥，咱们去做个伤情鉴定，不能这么轻易放过王凯琳，一定让他赔钱。放心，回来之前我已经做了。他们一家子泼皮，万一到时候不还彩礼怎么办？妈，你放心，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。杨哥，很抱歉，今天婚礼上的事我没有帮上忙。小柯那边我回头再去劝。不用劝了，我跟他已经没可能了。等彩礼拿回来，往后也不会再跟他有任何往来。杨哥，你和小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柯只说你准备把彩礼加到108万，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提出来的。他们就是惦记我家的拆迁款，想要给王看林娶媳妇，所以强行要求提高彩礼。这事王珂也是默许了的，平时他小打小闹我就不说了，这次他们一家人都太过分了，我也不会再忍让下去。那你现在是什么打算？王珂和他家里人的脾气，彩礼肯定不会就这样还回来。你是律师，认识的人多，我想让你帮我找个人提起诉讼，我会全力配合搜集证据。我就是律师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让我帮忙？你是王珂的闺蜜，直接找你，会不会让你俩关系搞僵？在学校里的时候，我和小柯确实是闺蜜，但毕业后小柯认识了张莹莹，和张莹莹的关系越来越好。我现在顶多算是她相识已久的普通朋友。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该找什么理由和小柯结束往来，现在这个时机正好。好，那我的事儿就拜托徐律师了。杨哥，你的事并不复杂，财产划分也很清楚。如果最后他们没有按期返还彩礼，我就提交证据提起诉讼，我有100%的把握必赢。那就麻烦徐律师了。住手！小柯，你做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做什么？你可是我闺蜜，竟然背着我勾引她！小柯，你看我说的对吧？徐荣一直都不是安分的东西，你只不过是跟他吵个架，他居然想要撬墙角。我没有，我和杨兆哥只是在谈事儿，谈事儿用得着眉来眼去。就算我跟他吵架，也轮不着你来插足。徐荣，我算是看透你了，我俩就此绝交。你竟然要为了他跟我作对！我和徐荣只是在谈事，何况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跟谁往来都跟你没关系，你没资格过问。我原本还不相信凯琳说的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找了个女人来气我，找的还是我最好的闺蜜。你就算饥不择食，也不该从我身边人下手。王珂，到现在你还以为我这辈子非你不娶吗？就你这样的窝囊废，除了我还有谁愿意嫁给你？为了一点钱就跟我闹退婚，杨娇你还是个男人吗？王珂，你跟杨哥交往这么多年，他不管有钱没钱，
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，都会尽可能满足你的所有要求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他是窝囊废？我和他说话有你什么事儿？滚开！杨哥，谢谢你。王珂，有事说事，不要伤及无辜。杨昭，你竟然还当着我的面护着他！当年你死缠烂打追我的时候，你说过这辈子都不会背叛我的。我当年确实说过这些话。只要你愿意回头，我就不计较找徐荣气我的事儿了。之前咱们的矛盾也一笔勾销，婚礼重新选个日子。矛盾？王珂，从我们交往以来，我一直将你家里人视过我的家人，可你们怎么做的？拿我爸的事儿当成羞辱我妈的工具，将小谭骂作拖油瓶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他们也是你的家人？王珂，咱们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。不，我没同意退婚。杨照，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赶紧跟我去重新举办婚礼，否则我真的不会原谅你了。不需要。杨照，你带着你妈和杨云彤两个拖油瓶，难道不是实话吗？离了我，还有谁愿意嫁给你？你不会真以为徐荣陪你演一场戏，她就会嫁给你了吧？她家条件比你高了不知道多少，就你这个窝囊废，她根本不可能看得上你。谁说我看不上？杨哥这些年对你的真心，我相信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。王珂，我劝过你很多次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你仗着杨哥喜欢你，就肆意挥霍他的付出，把他的真心踩在脚下。从头到尾，错的都是你。别气了。徐荣，刚才谢谢你帮我出气。徐荣是个好女人，就像王珂说的，她的家境比我好太多，不可能看得上我。想来也是看不惯王珂的作为，才主动帮我解围。我不能多想。我不是帮你出气，杨哥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以前看着你满腔真心对待王珂，我就想过一定找一个像你一样真心对待我的人。不知不觉观察你很久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上心了。真的吗？杨哥，我说的话句句真心，也是确定你跟王珂彻底决裂才敢告诉你。我知道王珂的事对你打击很大，我不需要你给我回答，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想法。你的委托我也会全力帮你完成的。那就谢谢你了。怎么这副样子？杨珂那边怎么样了？服软了吧？妈，杨珂这次的态度真的特别坚决，铁了心要退婚。妈，杨昭真的要跟我分手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什么？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当初追你追的要死要活，现在手里有了拆迁款，就翻脸不认人了，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还有你这死丫头，要不是你当初非要嫁给杨索，现在早就嫁给有钱人当阔太太了，哪还有这些破事儿？妈，别说这些了，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彩礼怎么办？涵涵家那边催得紧，再凑不齐88万，我的婚事就彻底黄了。小珂，这事儿还得你出面，你现在去找杨昭，让他出钱把凯琳的彩礼给了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杨昭现在肯定恨透我们了，我现在去找他就是上赶着被他羞辱，他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愿意给凯琳出彩礼？你傻呀，他现在最宝贝的不就是那俩拖油瓶啊？你去跟他说，只要他愿意帮忙给彩礼，以后你俩就彻底两清，否则就闹得所有人都知道。杨家养出他这么个出轨女友闺蜜的货色，让他们亲戚朋友都指着杨家的脊梁骨骂。妈说的对，姐，你快去跟杨昭说，他要是不想让家人被戳脊梁骨，就赶紧帮我把彩礼给了，还有那辆大奔也要给我，这本来也是他欠你的。
这样会不会把他彻底得罪死了？现在他家有钱，要是我能想办法挽回他的话，那家庭有什么好挽回的？涵涵爸妈可是做生意的，年收入上百万，只要能让凯琳跟涵涵结婚，以后咱家还差他那点钱吗？好。想什么呢？人家的条件可不是你能仰望的，可能只是觉得有趣，所以才跟你说那种话。你可不要再被女人牵着鼻子走了。喂，是我知道之前不对，我妈也后悔了，想和你好好谈谈。除了退还彩礼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杨克，你就非要这样？既然你那么想退婚，那我成全你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？我弟结婚需要88万彩礼，你给他出了。王珂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真以为我还是那个能被你随便拿捏、召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软柿子。王凯琳跟我非亲非故，我凭什么要帮她出彩礼？你别忘了，要不是你耽误了我，我早就嫁人当阔太太了。这是你欠我的，只要你把这88万彩礼给了，我们就彻底两清，再也不往来。我要是不给呢？要是不给，我们就去你家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刚有钱就出轨未婚妻闺蜜，让大家都看看这就是你妈教出来的好儿子。我看到时候还有谁敢嫁给你？你妹妹还能不能找到婆家？王珂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好谈？哼，这都是你欠我的。只要给凯琳把彩礼出了，我们两家就此两清，否则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。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妈能不能接受现实？只要88万，没有别的要求？还有你那套市中心的房子和大奔也给凯琳吧，别的也没什么了。房子给你，那我一家人住在哪儿？你家不是有拆迁款，再买一套不就行了？我知道了。2天后记得带上钱和证来我家。喂，杨哥。徐荣，王珂刚才打电话来，用我家人做要挟，逼我拿88万出来帮王延林出彩礼，我假装答应了。通话记录有保存吗？保存了。那就好，等会儿你把通话记录发给我。这事儿往小了说是彩礼没谈拢，往大了说还会涉及敲诈勒索，还有其他你之前发给我的证据，这些都很完整。你放心，到时候起诉他们，咱们的胜算很大。我要他们彻底身败名裂，没机会来打扰我的家人。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对了，这段时间我整理证据的时候，顺便发现一件事，跟郑家有关，就是王凯琳打算结婚的那家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辛苦你了。亲家、涵涵，快坐快坐，可算把你们盼来了。是啊，快请坐，别客气。这俩孩子感情真好，看着就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，尤其是涵涵，长得跟仙龟子似的。也就那样吧，要不是我姑女喜欢，我才舍不得让她嫁出去。是，我家凯琳能娶到涵涵，也是我家的福气。之前说好的88万彩礼，还有一套市中心的房子和一辆车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当然，等会儿就有人送过来了。姐，你确定杨吉答应今天过来送彩礼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刚发消息，他说已经在路上了。还有房车的证，一定要记得让他带过来。对，房和车的事儿不能马虎。刚刚亲家母还说让王凯琳开车带他们出去兜风呢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们说的彩礼到底什么时候能到位？这都等了快半个小时了，我们可没时间一直耗着。我下午还约了姐妹出去玩，再不弄完我要迟到了。快了，亲家，涵涵你们别急，刚刚小柯问过了，杨超就在来的路上，应该待会儿就到了，彩礼在他那里，等他到了就直接交给亲家。杨超，就是那个出不起彩礼，闹着要跟你家退婚的？是他。哼，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，没钱还想结婚。
我还以为他真有那个底气退婚呢，结果到头来还是回来求和了。可不咋的，那穷小子要啥没啥，还想18万就娶个老婆回家，这不是做梦吗？怎么着也得像我家凯琳一样拿个88万出来再说。那也还是有区别的，不是谁都像我女儿条件这么好，88万娶我女儿都是委屈了。你家王珂50、60万就差不多了。亲家母说的是，小柯的条件跟涵涵肯定是比不了的。妈，你给我安分点，要是今天搅黄了你弟的婚事，我拿你是本。神气什么？我的彩礼可是108万，郑涵88万彩礼也好意思说出来？杨科怎么还没来？都这时候了，人影都见不到。我也不知道，给他发消息没回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他该不是临时变卦不想来了吧？他敢不来？真要是敢放我们鸽子，我非得让他知道厉害不可。1个小时前你就说已经出发了，怎么现在才到？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凯琳的婚事，有你好看的。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事，不知道我来晚了没？哼，还好意思说，满屋子人等你这么久，还不赶紧道歉？让你带的钱和证，带了吗？这就是你们说的杨照？对，这是我女婿杨昭，今天过来帮忙送彩礼的。真是名不虚传，看着窝窝囊囊的样子，就知道是个没出息。好歹也是个大男人，没钱结婚，趁早回去打工攒钱。给不起彩礼就算了，还在婚礼上大闹一场。我要是有这么个废物儿子，早就把他赶出家门了。别说亲生儿子，要是我家涵涵遇到这样的，我说什么都不可能让她嫁出去。可不是嘛，一点能力都没有，哪像亲家，虽说给的彩礼也不高，才88万，但做事爽快，88万彩礼说拿就拿。之前凯琳还专门打了一套沉甸甸的3金，送给我们涵涵当见面礼。现在黄金可不便宜，我这一套少说得3万。姐，你男朋友还没送过你这么贵的礼物吧？装什么呢？还不是用的我剩下的。这3金做的还挺精致啊，没少花钱吧？当然了，我花了不少心思想出来的设计，是吗？你确定这3金是送给郑涵的？你什么意思？自己送不起3金，来挑拨我和凯琳吗？怎么会？我就是随口一问。对了，郑涵，你属猴吗？当然不是。亲家，你们不是说杨照过来是帮忙送彩礼的吗？现在扯这些有的没的做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在这儿胡说八道，赶紧把88万彩礼掏出来，别耽误正事儿。着什么急？我就是随便聊两句，又不做什么。原来你不属猴啊？我看那手镯上面都有猴子，还以为你属猴呢。刚想夸一下王凯琳心细。王凯琳，这上面的猴子是怎么回事？你之前是打算送给谁的？不是的，涵涵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个误会。那个猴子只是我觉得好看才刻上去的。杨潇，你别说了，看在我们交往好几年的份上，你赶紧把彩礼给了就走吧。想要彩礼和大奔，做梦。还以为你把那俩拖油瓶看得有多重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我看你就是自私自利，宁愿让他们天天被人骚扰，也不肯拿出钱来摆平事儿。你也就能嘴上逞能了，死到临头还什么都不知道。胡说八道！我好得很，你还是关心关心自己吧。今天我的婚事要是被搅怀了，你全家都别想好过。杨昭，你快点把钱拿出来好不好？只要你拿钱，以后你要是还想跟我在一起，我就算跟我爸妈断绝关系，也会跟你结婚。咱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也很甜蜜，不是吗？甜蜜，从始终甜蜜的恐怕只有你一个人。当初我们在一起，什么都是我在伺候，你还挑三拣四，处处找茬，连水杯里的水温高了，你都要冲我撒气。那都是什么老黄历了，还在提？小柯这条件被你耽误了好几年，我们都没说什么，你还有脸委屈？好了，都别说了。小赵，
以前的事儿都不聊了，你先把彩礼拿出来，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。我等会儿还有个生意要谈，这亲事能成就赶紧给彩礼，不能成就算了。我的时间很宝贵。就是，也不知道你们一家人怎么想的，竟然把彩礼交给一个外人保管，也不怕他拿着钱跑了。终于来了。抱歉，路上有点堵车。你们聊完了？没有，你来的刚好。徐荣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们已经绝交了，我家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杨昭，你出轨就算了，现在还把出轨对象带来我家膈应谁呢？交给我，科普一条律法：造谣情节严重者是会收到处罚的。6天前，我的当事人因不满王家提出的108万彩礼，主动提出退婚，并要求退还彩礼，而王家在知情的情况下拒不退还彩礼及3金。我方已提交证据，并正式提起诉讼。另外，王凯林先生无故殴打我的当事人杨昭，这是伤情鉴定的结果。对此，我们也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，并要求赔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多少？108万！你家什么意思？你姐有108万彩礼，你就给我88万？不是的，涵涵，我姐这彩礼根本没拿到。何止是没拿到，根本就是完全没有。你身上带的3金，都是我当时给王家的彩礼，耳环、项链和手镯内侧都刻了王珂的名字缩写，这些都是我要追回来的彩礼。不可能，这是我的。不想还也行，你可以让王家折现给我。当时我打这一套花了4万2，按照现在金价市场，折现4万5还多，我卯个零，还我4万5就行。真可惜，王家根本没钱折现。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他们王家根本没钱。临近婚期知道我家拆迁款到账，临时将18万彩礼涨到108万，就是想拿的钱给你们凑彩礼。只是没想到我会直接退婚，现在他们就等着我给钱呢，否则别说88万，就是8万他们家都凑不出来。好啊，你们原来是1分钱都没有穷酸货，竟然还骗我们家里有钱，拿别人的东西当自己的，还大言不惭要给88万彩礼，简直无耻！没有，亲家，你们可不要被杨科骗了，我们怎么会没钱？那你们倒是把钱拿出来，让你的亲家看看，你们有没有结婚的实力。还有我当事人的彩礼，也趁此机会一并还清吧。你还看什么戏？赶紧说话呀！说什么说？脸都让你们丢完了。我丢脸？我们做这些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反驳过一句？现在马后炮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摊上你们这种亲家，连彩礼都拿不出来，真是晦气。王凯琳，你既然没钱装什么大款，白白耽误我这么久的时间，浪费我感情，你太过分了。别走，别走，亲家有话好好说。我知道这事儿不对，但是你看，俩孩子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，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。就算我家拿不出彩礼，但只要涵涵嫁过来，就一定不会受苦。郑涵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就你们这样的骗子，我女儿怕是还没嫁过来，她的嫁妆都要被你们骗光了。都怪你，你这个扫把星，害得我和涵涵的彻底被搅黄了。骗子而已，也就只有你们王家拿他们当个宝了。你造谣，郑家住的可是别墅，之前涵涵还带我去他们家玩过，根本不是骗子。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好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们3人涉嫌以高额彩礼为名实施诈骗并潜逃，麻烦几位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不，你们不
能抓我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都是我爸妈自己做的。有什么话到警局再说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进去，留下安迪，我到时候怎么嫁人？这不是之前王家说的亲家吗？还说他们是生意人，住大别墅，以后俩孩子结婚了，他们都要搬去大别墅。还住别墅呢？人警察都说他们是骗子，骗彩礼的。竟然是这样，这一家人跟王家真是半斤八两，都不是善茬儿。郑家人是骗彩礼惯犯，之前就营造有钱人的假象，骗过3名受害者，彩礼总价高达40万。这次因为王凯琳在外面装阔，被郑家人盯上，才会主动接近你们家。不可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还去他们家的别墅玩过。别墅是他们租来的，连豪车也是租来的。他们全家人除了包装身份买的名牌衣服外，其他都是假的。从头到尾，他们家就只是为了骗钱。不可能！你骗人！他是喜欢我的。老天爷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之前送出去的礼物和3金全都打水漂了，1分都没要回来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医生，我老伴儿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病人是重度脑溢血，情况非常危急。手术虽然暂时稳住了生命，但还没脱离危险期，必须立刻住院观察治疗。后续治疗费用很高，前期手术加住院至少要先交10万，你们早做准备。10万？我们哪里拿得出10万啊？老天爷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莹莹，是我是王珂，你借我点钱行不行？我爸脑溢血要10万块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哦，是你啊！你可是彩礼都有108万的人，区10万块怎么可能拿不出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你已经退婚了。不过也没事，你弟不是要娶一个千金小姐吗？你爸出事，他女朋友作为儿媳妇，总不能不帮忙吧？郑涵一家就是骗子，专门来骗彩礼的，他们家已经被抓进去了。莹莹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你借我10万块，等我爸病好了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王珂，当初你风光的时候，可从来没这么低声下气过。现在你家倒了，谁知道借你的钱你还能不能还上？我可没那么傻。莹莹，我们不是闺蜜吗？你就帮帮我，算我求你了。闺蜜，你也配？以前哪次不是我捧着你让着你，否则谁能忍受你这臭脾气？也就杨昭那个蠢货愿意把你当宝贝，反正要钱没有，你爸本来也没几年好活的，不如死了算了，还能省点钱。求你了，别这么说。你什么货色，我什么脸色？要怪就怪你蠢到家，谁对你好都看不清，活该。郑莹莹，你这个白眼狼！当初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现在竟然落下时，要不是你挑拨，我和杨昭怎么走到这一步？完了，一切全完了。妈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所有的彩礼和3金都追回来了，以后咱家跟王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哥太棒了，终于把那些东西要回来了。这些日子可把我愁坏了，这下好了，什么都值了。妈，咱们得好好感谢徐蓉姐姐，要不是她帮忙，这事儿也办不成。让哥带徐蓉姐姐来家里吃饭吧，咱们好好招待她。小昭，
听见了没？你晚上记得把徐律师带过来吃饭。这些时间他为了你的事儿没少奔波，可不能怠慢了人家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但我得先问问人家有没有时间。徐荣是律师，平时忙得很。没事没事，你先跟他约时间，约好了再来也是一样的。阿姨好，云堂好。徐律师，你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东西？之前帮小侃的事儿都还没来得及谢你。杨侃哥的事儿只是举手之劳，我和杨昭哥是朋友，这点小事算不上什么。徐荣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进来。上次咱们讨论的那个综艺节目还没看完呢。你们先坐，菜马上就好。徐荣姐姐，今天招待你的这一桌子菜都是我哥亲手做的，他做饭可好吃了。之前只是听说杨昭哥会做饭，没想到他做的饭菜色香味俱全。那是，当初我哥照顾王珂没少在这方面。不提那些晦气的事儿了，徐荣姐姐，今晚你就等着大饱口福吧。好，菜都上齐了，大家过来准备开饭吧。徐律师，这次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家小灶的彩礼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追回来。阿姨您不用客气，叫我小徐就好。杨七哥是我的当事人，我作为他的委托律师，自然是要尽全力完成委托的。徐荣姐姐，你就别谦虚了，你帮了我哥那么多，说是委托律师，却没有要1分钱，还一直鼓励我哥，我们家都应该好好感谢你。阿姨，云堂，你们太客气了，我和杨笑哥也认识好几年了，知道他是个好人，也知道他为了维持和王珂的感情付出了多少，他的真心值得被好好珍惜，而不是这样被糟蹋，所以我愿意帮他。妈，你快看我哥和徐荣姐姐，他俩的气氛是不是有点猫腻？好像是有点儿。哥，原来你跟徐荣姐姐认识那么久了，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？之前我俩只是认识，没有深入往来，所以平时私底下不联系。哦，所以你俩现在在深入往来了？你个小丫头，好好吃饭，别没大没小。我跟你徐荣姐姐清清白白，再瞎说我可不客气了。我又没说你俩有什么，哥你怎么还急眼了？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这么快？要不再玩会儿？抱歉阿姨，我回去还有工作要做，今天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不麻烦。小徐，以后有时间多来家里玩。小昭会做饭，你想吃什么直接告诉他，让他给你做就好。好，那你们先忙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些。徐荣姐姐，让我哥送你。我自己回去就行。没事儿，我送你。附近的路你不熟悉，我送你走也省得走错路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杨照哥，王珂爸爸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郑家被抓走那天，王凯琳接受不了打击，跑出去到现在都没找到。他爸接受不了现实，气得脑溢血住院了。王家为了填补窟窿，借了高利贷，现在催债的人天天上门，闹得王家鸡犬不宁。王家算是彻彻底倒了。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也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也能真正做回你自己了。说起来，杨照哥，你现在是什么打算？我听云堂说你家拆迁款不少，要打算自己创业吗？我没想那么远，拆迁款是我妈的，以后她要养老还是要做什么都会用上。眼下我只想换份工作。当初为了迁就王珂，我辞掉了原本的高待遇工作，现在这个工资不高，又累又熬人，还总被嘲笑没出息。现在跟王珂断干净了，我也该重新开始了。杨照哥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告诉我，我能帮上的一定帮。
杨超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以前的事儿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践踏你的真心。杨照，我爸住院要花钱，家里又欠了高利贷，天天都有人来砸门催债，我和我妈根本不敢回去。现在凯琳也不见了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王家要完蛋了。你和你妈将王凯琳当作宝捧着，为了王凯琳不惜将我当成吸血包，趴在我的身上吸血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今天。王珂，退还的财体我已经收到，我们之间已经彻底断干净了。现在你该求的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好闺蜜。我找过她，可是张莹莹根本就没有拿我当闺蜜，她只是想从我身上捞好处。杨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以前你明明提醒过我交友慎重，我却始终没有放在心上，都是我的错。现在你应该想办法还清债务，而不是浪费时间在我面前哭诉。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你可以随便拿捏的人，你的忙我不会帮，以后也不用再来找我。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心，没有听张行营的挑拨，没有一次次伤他的心，我和杨照是不是还好好的？求求你们了，再宽限几天吧，我们一定还钱！求求你们，我老伴儿还病着。宽限？宽限多少次了？当时借钱的时候说的信誓旦旦一定会还，这都过去多久了？今天必须给个准话，什么时候还钱？我女儿回来了，她最近刚找了个男朋友，特别有钱。妈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找有钱男朋友了？有钱男朋友？你别不是骗我吧？是真的，不骗你。你看，我老伴儿还在这儿躺着，我总不能放下他自己跑路吧？行，我姑且再信你一回，再给你们最后3天期限。3天后要是还不上钱，就直接收你们房子抵债，别想着耍花样。小柯，你前2天不是去找杨造了吗？他怎么说？愿意帮咱们吗？妈，我早就说过，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，心早就死了。你非要我去求他，完全就是自取其辱。现在你还骗人家，我们家全完了。不，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翻身的机会。小柯，你听我说，之前有个亲戚想给你介绍个相亲对象，但你当时喜欢杨昭，我就没答应。前2天他知道你和杨昭没结婚，让我来问问你要不要跟对方见一面。妈，咱家现在这情况，我哪还有心思去相亲？这不一样，人家是做生意的，家里很有钱，而且他看过你照片，对你很满意，还说只要你同意结婚，条件随你开。真的吗？反正现在也没别的办法，咱们就过去跟他见见面。如果能成，以后咱家的债务就能还了。你跑什么？现在家里欠一屁股债，你爸躺着，哪还有你挑的份儿？你要是再不找个有钱人，我们全家都得死在大街上。今天你必须忍，再难看也得忍。刘总，这就是我女儿王珂，长得漂亮，性格也好。
听说了你的条件，对你也很满意。长得是不错，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。什么意思？还不给摸了？外边多的是女人求我，我都懒得碰。刘总，你误会了，小柯不是那个意思，他只是比较传统，才刚见面就牵手的话，他有点害羞。对，我有点害羞。现在害羞没问题，结婚以后可不行，否则什么时候能给我生儿子？什么？结婚？不然呢？我这人说话直，既然你对我满意，我看你也顺眼，就趁早结婚领证，早点给我老刘家生个大胖小子。结婚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下周就去领证。不过彩礼要给108万，我家小柯条件好，这108万一分不能少。108万？你想要钱想疯了吧？你女儿是镶金还是镶钻？就这货色还想要这么高的彩礼，你要不要脸？还有你，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，108万你也敢接？赶紧滚，别在这恶心我！我看你家是穷疯了，就你女儿这样的，白送我都不要，还敢要天价彩礼？做梦！还大老板，108万都给不起，装什么大老板？没钱就别出来丢人！就你也想结婚？我女儿以前的男朋友随随便便就给108万彩礼，比你阔气多了。前男友？你说的不会是那个被你们一家勒索108万，最后在婚礼上提出退婚的杨科吧？现在谁不知道你们家那点丑事，还拿出来吹？人杨昭知道你们在外这么夸他，他要是真愿意拿108万结婚，王珂现在还用得着跟我相亲？你别瞎说，害我女儿的清白。我那是瞧不上杨昭的做态，才不想让小柯嫁给他。都让开，别挡道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把我逼成这样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你是不是早就等着看我笑话了？满意。你们落得今天这步，是我逼着你们涨彩礼，又是我让王凯琳非要娶一个骗子，难道不是因为你们自己自作孽不可活？虚荣，看在我们曾经是好友的份上，求求你把杨琪还给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他。小柯，自从你跟张莹莹推心置腹将我排外的时候，我们之间的情分就已经被你消磨得差不多了。如今我和杨哥只是正常往来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没资格替杨哥做决定。我知道你最近不容易，我给你转了2万块，能帮的有限，今后咱们也就此别过吧。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杨科，你给我站住！失踪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出现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是因为你，我变成现在这样，都是你害的。要是你当初老老实实拿出那108万，涵涵就不会丢下我离开，我家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我爸不会住院，更不会欠高利贷，全是你害的。你是真没救了。废话少说，现在拿钱给我，把我家的债还了，我就放你离开，否则我就闹到你老板面前，让你工作都不安稳。你有手有脚的不去上班帮家里还债，在这儿威胁我毫无意义。不让我好过，我就让你们也不好过。不管你换什么工作，我都会找到你，然后闹到你老板做不成生意，把你炒掉。你也就会点混混手段了，家里出事就躲起来，连自己爸妈都护不住，窝囊到你这个份上，还好意思找我要钱？你要想闹无所谓，只要你不怕我报警把你抓紧去找你的涵涵就行。你骂谁窝囊？你就是个冷血无情的东西。当初要不是你心狠，我家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？你最好自己离开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妈，刚才遇到王凯琳了，她情绪不太稳定，我怕她被逼急了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
最近你和云堂出门多小心，尽量早点回家，别单独走偏僻地方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事儿？王凯林那混小子有没有伤到你？我没事儿，他刚才就是跟我干了2句嘴仗。他一向欺软怕硬，听到我说要报警，立马就破案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待会儿我会叮嘱小唐，你也小心点儿，上班路上注意安全。好。你家都有拆迁款了，还出来跟咱们工作，不嫌累啊？我想想，咱们现在是不是得改口叫杨少了？拆迁款又不是金山银山，我不工作哪有那么多钱花？妈，小昭，不好了，云堂不见了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就是今天下午，他说跟你孙叔家的儿子孙卓约好了去附近公园散步，结果到现在11、2点了都没回家，发消息不回，打电话也没人接，我到处都找遍了。小昭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妈，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回去。抱歉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单我已经买了，你们吃。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云堂什么时候出去的？就下午6点多吃完饭出去的。后面我发现都10点多了，他还没回来，就想着发消息问问，结果他消息不回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我想到你前段时间说王凯林的事儿，我担心。报警了吗？报了，人家说没达到立案条件，没办法帮忙找人。你妹妹在我手上。王凯林，你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？我说过，我家现在的境况都是拜你所赐。你要是不想让杨云堂出事，就乖乖把钱给我，否则我不保证明天杨云堂的尸体会不会出现在新闻上。让云堂接电话，我要确保他现在是安全的。哥，王凯林这个混蛋，我和孙超都被抓了，他还带了3个混朋友。闭嘴！你想要多少钱？准备好就送到我发给你的定位这里，少1分都不行，否则我就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好，我可以给你，但你最好保证不会动他1根手指头，敢动，不然你别想见到1分钱。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哦对，记得不要报警，要是让我知道你报警，你就只能见到他的尸体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早知道就不该让小唐出去。王凯林这个畜生，他不是人呐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？妈，你别慌，没事的，我一定会把云堂安全带回来。可是王凯林不让报警，说不定他现在还找了人盯着咱们。要是发现咱们跟警察接触，就立马撕票。咱不能拿小唐的性命开玩笑啊！好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喂，这么晚有事吗？徐荣，云堂出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，云堂怎么了？今天云堂跟朋友出去玩，王凯林找了几个混混把他们绑了，刚刚给我打电话，要求我拿200万去赎人，还不许报警，否则就撕票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别慌，按照他说的，准备现金过去先稳住他，以云堂的安危为主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来处理。徐荣，这件事本来不该牵扯到你，但是我实在找不到找谁帮忙，你要是也没办法，这钱王凯林拿就拿了，大家的安危更重要。讲什么呢？我又不是要取一命换一命，你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就行，不要引起王凯林的疑心，剩下的我自有办法。好。
凯林哥，那小子真会带200万来，可别耍我们。他敢不来？他亲妹妹可还在这儿，对吧，杨云堂？你家里人可是把你当成眼珠子疼着，你哥肯定不会看着你去送死的吧？抄家伙，机灵点。王凯林，我来了。钱呢？我要的200万，少1分，我立刻给你妹妹放血。钱在这里，你先放人。你当我傻？打开，让我看清楚。200万，一分不少，都在这里。你没报警吧？报没报警，你难道不清楚？我怎么知道？看样子王凯琳没有安排人监视，那我找徐龙帮忙的事，他应该也不知道。这下就好办了。我妹妹还在你手里，我当然不可能报警。现在急什么？我先确认这些钱是不是真的。太好了，这么多钱，咱们这趟算没白干。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，发了发了！瞧你们那点出息，想要我放了他们，可以。你还得再做一件事。你说过，只要我把钱给你送过来，你就放了他们，怎么能反悔？我又没说反悔，只是让你帮我个小忙。什么忙？现在立刻给我们买最近的机票，去哪儿都行，然后开车送我们去机场。王凯琳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。现在是我说了算，杨超，你别无选择，要不按我说的做，要不你就等着收尸吧，反正我家已经被你毁了。我现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买票。机场检票需要身份证，我需要用你的身份证买票。等着。买完了，半个小时后起飞。快收拾东西，咱们马上走。等离开了这鬼地方再分钱。200万够你王家还完所有债务，还能有余钱。就是不知道你妈和王珂知道你拿了钱就坐飞机票路，会作何感想？你闭嘴！这都是你们逼的，是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。家破人亡，你爸是被你气晕的，你妈和你姐是贪心不足。至于你，王凯琳，你从头到尾想的只有你自己，绑架云堂，勒索我，现在连你亲妈和亲姐的死活都不顾，只顾自己拿钱跑路。好一个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对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少在这里装圣人。你要是真大方，当初乖乖给了108万，哪有今天这些事儿？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我只是想要钱，让自己过得好一点，有什么错？敢打我，活腻歪了！王凯琳，你这个混账，我们对你不够好吗？你既然拿着钱想自己跑，抛弃家里人不管，你还是不是人？王珂，你还有脸说我？要不是你和妈贪得无厌，非要108万，非要车要房，会把他逼到退婚吗？我们王家会变成全城的笑话吗？我会被郑涵那个骗子耍回欠一屁股债吗？都是你们害的！你放屁！妈是为了谁？不都是为了给你凑彩礼，给你买婚房？现在你倒打一耙，把箱子给我，那是他的钱，要还也是我们还。别过来，这钱是我的，是我的活命钱。你们女人懂什么？嫁出去就行了。我可是王家顶梁柱，只要我活着，王家就还在。这钱谁也别想抢。白眼狼，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为了钱，你连血脉相连的亲人都能抛弃。那只能算你们活该。既然从小给了我最好的生活，现在受点委屈，让我继续好好生活，难道不好吗？滚开，别挡我的路！咱还去机场吗？让我去！
警察，所有人放下武器，不许动，抱头蹲下。哥，吓死我了！你个王八蛋！你敢报警？你就不怕我真宰了杨玉堂？你他妈不是最心疼这个妹妹吗？云堂已经没事了，王凯琳说的并没有发生，不要担心。我活不成，你们也别想活，去死吧！云堂，为什么都要跟我作对啊？快叫救护车，伤员需要立刻止血。孙卓，孙卓，你怎么样？疼不疼？没事，小伤。你怎么样？刚刚摔疼没有？孙卓，你是不是傻啊？谁让你冲出来的？我怕你出事，没想那么多。你看现在多好，你没事。伤口暂时包扎好了，但伤员失血过多，需要住院观察。哥，我跟车去医院，孙卓是因为我才受伤的。去吧，这边有我在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电话。我明白，辛苦了。杨昭，你不能好我看到王凯琳在城西那边跟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还提着满满一箱子的钱，应该是在准备分钱跑路。什么？这个杀千刀的啊，他不管他老娘死活了啊！不可能，凯琳失踪这么久都没找到，你怎么可能知道她在哪儿？何况我们对凯琳这么好，家里出了事，她要是有钱，肯定会回来帮助家里，不可能跑路。信不信随你们，要是现在去，应该还没找到她，再耽搁一会儿，恐怕她已经上飞机找不到人了。是你，你是故意告诉我凯琳的消息，你早知道她在哪里，你利用我去拦她，去拖住她，好让警察来抓人。王珂，我告诉你的是事实，不是吗？王凯琳确实绑架了云堂，勒索200万，并且打算抛下你们全家，独自携款潜逃。这不是猜测，是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。至于利用，如果你没有及时赶到，现在就不是有孙卓受伤这么简单了。王凯琳是恶有恶报，绑架、勒索、持刀伤人，任何一条都够他受的。你应该庆幸，你只是被他蒙蔽，而不是像那3个混混一样成为他的供份。否则，你现在也没机会站在我面前质问我。不能抓他，凯琳他虽然混账，可他是王家的独苗，他要是进去了，王家就真的完了。王家不是早就垮了吗？
垮在被不切实际的贪婪撑破的体面上，垮在对儿子无底线溺爱，对女儿无尽缩属的传统里。王珂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再看看你弟弟，明明都是亲生的，你爸妈却总是把最好的留给他，而你只能在王凯琳屁股后面捡漏，竟还美其名曰王凯琳才是你的依靠，醒醒吧！不是这样的，刚才王凯琳说的那些话你也听到了，遇到事王凯琳只会将责任推给你们，有钱了也只会想着自己。王珂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走吧，这边都处理的差不多了，交给警察就好。你说你那么大的刀子你也敢冲上去，做事这么不管不顾，万一偏一点扎到的不是胳膊。别哭了，我当时哪想得了那么多，就看着那混账东西朝你捅过去，等我反应过来，人已经挡在前面了。我没别的想法，就想看你能平平安安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赶紧吃你的水果。看来家里的小白菜要被拱了。云堂，孙卓，我带了点水果过来。哥，你来也不知道敲门，吓我一跳。我刚才敲了那么大2声，你自己没听到？是吗？可能是我刚才想别的事儿没注意吧。大舅哥好。不，我是说杨七哥好。云堂，我买的水果里面有葡萄，你去洗洗。可是，怎么？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还担心我吃了他不成？没事儿，你去吧。孙卓，这次多亏你帮了云堂，都是举手之劳，不用放在心上。而且我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受了点小伤，医药费这些你们也都帮我出了，一码归一码。你帮了云堂，我家就该好好感谢你。对了，杨超哥，我受伤的事儿能不能不要告诉我爸妈？他们总是会多想，我怕他们担心，急出好歹来。可以，这段时间你要是怕被发现，我也可以帮你跟你爸妈说，让你在我家玩几天。那就麻烦杨超哥了。你喜欢云堂？你和云堂从小认识，知根知底，这次又救了云堂，你俩的事儿我不会阻拦。真的？不过你俩能不能成，得看云堂的意思，我做不了主。我会努力的。打住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杨昭哥，您说，如果最后你俩真成了，我希望你这辈子都能好好对待云堂，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儿。哪怕最后你俩走不下去了，我也希望你们是和平分手，而不是闹得无法挽回的地步，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杨昭哥，你放心，不管我和云堂最后能不能成，我都绝对不会欺负云堂，否则就要我不得好死。哥，葡萄洗好了，你俩刚才没有背着我偷偷说我坏话吧？我像是那种人吗？云堂，你误会了，我和杨车哥只是闲聊了2句，没说别的。那好吧，我就相信你们这一次。完了，小白菜彻底被拱了。小昭，
你小心些，不着急。妈，你这小卖部生意还挺好啊，隔三差五就缺货。是啊，多亏你和小唐的主意，要不然我哪能想到开个小卖部。虽说1个月赚的不算多，但以后你们兄妹俩自己成家了，我也能自己养活自己。拆迁款剩的那些钱，也足够你俩各自买套房了。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和小唐就算成家了，也不会放着你不管。小赵，这1年总算是看你顺过来了，新工作也合适，不像以前那样累死累活的，工资也不高。看你现在稳定下来，妈这心里才算真的踏实了。远离了小人，自然是做啥都顺。对，远离小人，做啥都顺。那个老板娘，小伙子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没钱了，这水我能不能赊账？等我有钱了，我就给你送来。没关系，大叔，谁还没有困难的时候？1瓶水而已，你拿去喝就是。爷爷，光喝水不顶事儿，这2个面包您拿着，垫垫肚子。这是演过头了吗？我就是想装个手头紧但讲信用的老人家而已，怎么直接把我当成吃不起饭的流浪汉救济了，还附赠爱心面包？我这气质真有那么像需要救济的吗？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小伙子，老板娘，谢谢你们。这年头像你们这样心善实诚的人不多了，好人会有好报的。这大叔人挺客气，不过这年头竟然还能看到吃不起饭的流浪汉，真是唏嘘。也许是谁家的孤寡老人实在是没吃的了才来找咱们，以后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店里以后可以常备些保质期长的食物，干干净净打包好，以后那个大叔再来就给他。还是妈想的周到。小徐看样子在那边等你好久了。小昭，小徐是个好孩子，模样好，能力强，心肠正，最关键的是他对你是实打实的好，妈打从心眼里喜欢。这1年你遇上那么多事儿，低谷的时候，风光的时候，人家姑娘都没离开过半步，心甘情愿的帮忙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人家姑娘的心意，妈看得出来，你也不可能感觉不到。你要是也对人家有心，就别总这么不远不近的吊着。好姑娘不等人，真心也经不起一直耗着，你得有个态度，知道吗？杨照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妈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是个成年人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就行。去吧，别让人家姑娘等久了。好，我过去一下。最近忙吗？现在的重心都在妈和云堂身上，担子轻了不少。说起来，这1年多，你忙工作，忙家里小店，还要应付之前那些糟心事儿的后续，好像都没见你考虑过个人问题。杨朝，你心里有没有遇到比较喜欢的人？有。你喜欢的那个人我认识吗？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过？该不是我吧？
开个玩笑而已，不说就算了。说起来，有个人跟我说一定要见你一面，你要是不跟我去见他，他得跟我闹翻天。见人？谁？到了你就知道。走吧，他应该在等我们了。这不是半小时前在我家便利店买东西的流浪汉吗？怎么在这儿？老爷爷，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坐着？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吗？需要我们送您回去，或者帮您联系家人吗？爷爷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演这么久累不累啊？爷爷，你是说他是你爷爷？抱歉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是我爷爷特意叮嘱让我不要说的。小伙子，过来坐。这事儿跟蓉蓉没关系，是我擅自做主，她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我没有怪谁的意思，只是有点太意外了。小杨，很抱歉没有告诉你，我只是单纯想知道，蓉蓉总是放在嘴里的人到底怎么样。爷爷，当初蓉蓉爸妈也是自由恋爱结婚，开头也是郎才女貌，恩爱非常，但过日子光有激情不够，性格、担当、品性差一样都不行。他们年轻人没听劝，果然后来感情淡了，矛盾多了，说离就离，干脆的很。离了之后，各自很快又成了家，有了新生活。对蓉蓉倒也没虐待，该给的抚养费一分不少，可就是老死不相往来。蓉蓉7、8岁的时候就跟着我，是我一手拉扯大的。我不想看到她走上她爸妈的老路，我这一把年纪陪不了蓉蓉几年了，只想在我走之前找到一个品性好的，将蓉蓉托付给她。爷爷，你别瞎说。1瓶水，2个面包。对你和你母亲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对一个陌生的落魄的老头子，你们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不问回报，眼神干净，这就够了。我这么试探你，是老头子我自作主张，有点对不住，但也希望你能明白我一个当爷爷的心。如果你对蓉蓉有真心，我希望你能好好对她；如果没有，那也希望你能明明白白告诉她，不要吊着她。我喜欢徐荣，也不忍心让他受到伤害。之前他帮过我那么多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他，也担心他会因为2家差距而为难，所以一直不敢表白。爷爷既然信我，那我也会保证，只要徐荣不嫌弃，我会一辈子对他好。行了，这公园我也溜达够了，你们年轻人自己聊吧，我也收拾收拾去找老伙计下棋去了。这个我带回去当下午茶，可不能浪费你们一片心意。云堂，恭喜你毕业。谢谢你，孙卓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云堂，我喜欢你，喜欢很久了。我想往后的日子都能陪着你，照顾你，让你每天都高高兴兴的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刚毕业就来表白，这事蓄谋已久啊！云堂，这就是你之前经常说的那个竹马哥哥，人家这么真诚，你赶紧答应他呀！这么多人，多尴尬呀！云堂，你不喜欢人多吗？抱歉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不该这么着急的。你先别急着拒绝我，等我换个安静点的地方重新表白一次，好不好？
你个傻子，我又没说不愿意。啊！唉，完蛋了，家里这朵鲜花终于还是插在牛粪上了。哪有你这么说自己未来妹夫的？人家孙卓也不差吧，好歹还救过云堂的命呢。我就随口一说。为了庆祝本姑娘大学顺利毕业，今晚全场消费由杨科买单。不是，怎么变成我买单了？不是你说请客吃饭吗？我请客，你买单。小没良心的。怎么是你？你们开门迎客，我来吃饭有什么问题？这是你们点的烤鱼，请慢用。服务员，这边过来拿瓶酒。稍等，我马上来。1年多前，王珂还是个除了上班，平时在家啥都不干的人，每天吃好的穿好的，精致到指甲盖。现在竟然来当服务员了。他之前的工作不是挺好吗？怎么辞了？王珂他爸的病没钱治，没多久就过世了，家里葬礼都没钱办。他妈也因为王凯琳下狱大受打击，现在变得疯疯癫癫，意识不清。他们家现在全靠王珂一边打工赚钱，一边照顾他妈，也算是恶有恶报了。你的手没事，不小心碰的。等一下，这是你的服务费。哥，你干嘛给他小费，还那么多？不是施舍，只是对一个普通打工人的怜悯。当初我为了照顾王珂，也是这样在客人面前低声下气，百般讨好，就当是对曾经的我施以一份善意吧。都过去了。来，菜齐了，咱们碰一个，庆祝云堂毕业，也庆祝咱们大家都好好的。哟，还哭呢？刚才那桌是你前男友吧？人家现在带着新女朋友，开开心心吃饭，谁还记得你啊？赶紧干活去，别挡道。哥，你跟徐荣姐姐打算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？就你话多，吃东西都堵不住你的嘴。小唐，你哥和你徐荣姐姐的事儿，他们自己有打算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倒是你自己规划好了没？是啊，云堂，上次你不是说想开个花艺工作社吗？选址定下来没？对哦，哥，徐荣姐姐，妈，我和孙卓看了几个地方，有个在大学城附近的商铺，虽然不大，但租金合适，人流量也好。年轻人对花艺很感兴趣，我觉得很有市场，想盘下来。开工作室是好事，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咨询，比如租赁合同、营业执照这些，随时找我。资金方面有问题吗？妈店里的盈利加上我这1年攒的，应该能支持你启动。不用啦，哥，我和孙卓都攒了钱，加上他家里支援了一点，启动资金够了。我们要自己闯一闯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有主意是好事。不过有啥难处，一定要跟家里说，别自己硬扛。
来你当初的判断没错。总算除了那笔拆迁款，我自己也找到了一条能走通的路。杨姐，还记得以前跟你家小昭谈对象的那家人吗？我们家已经跟他们没关系了。是，我知道俩孩子分手后你们两家就没关系了，这不是我从别人那儿听来的八卦吗？就是王珂他妈前2天好像走丢了。走丢了？王珂他妈不是疯疯癫癫的吗？不在家里待着怎么会走丢？可不是嘛，据说是王珂上班时候门没关好，等王珂下班回来就没看到人，找了1天1夜，后来是环卫工人在河边桥洞底下找到的，浑身脏得不成样子，嘴里一直念叨着凯琳我的儿，彩礼108万什么的，哎呦，真是造孽。他们家也是自己作的，谁说不是嘛？王珂那丫头以前眼睛长在头顶上，现在也算遭了报应了。对了，杨姐，你家小昭现在跟徐律师处得挺好，徐律师那可是顶好的姑娘，你福气在后头呢。是啊，小徐这孩子没得挑，孩子们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徐律师，前台说有一位姓王的小姐想要见您，没有预约，但她说是您的旧识。姓王？有说全名吗？说了，叫王珂，她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。请她上来吧。王珂，找我有事。徐荣，我知道我没脸来找你，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到人帮忙了。直接说是吧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我一会儿还有客户。我妈妈，她情况越来越不好了，上次走丢被找回来后就发高烧，引发了肺炎，住院了，医院催缴费用我实在凑不齐了。之前打工攒的一点钱都填进去了，还欠了同事一些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家自作自受，我不该来求你，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家里那些亲戚早就跟我们断绝来往了，张莹莹更是早就把我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我找不到任何人帮忙。徐荣，看在我们曾经朋友一场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？我打借条，我一定还，我可以多做几份工，我一定还给你。需要多少？住院押金和初步治疗至少还要2万，后续可能更多。这里是3万，不用打借条。徐荣，王珂，这笔钱不是因为我顾念旧情，就请你一次次选择站在你家人那边，默许甚至参与伤害杨琪和他家人的时候，就已经消耗殆尽了。这钱是基于最基本的人道关怀，你母亲是病人，需要治疗，而你至少在努力承担你作为女儿的责任，没有像王凯琳一样一走了之或者铤而走险。这一点比你弟弟强。钱你拿去应急，以后不要再为钱的事来找我，也不要再去打扰杨涛和他家人，他们的生活刚刚走上正轨，经不起任何过去的波澜。你的人生终究要靠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，没有人能替你背负。杨老弟，当初你拿出那笔钱支持我们项目的时候，我可真是捏了把汗，怕把你坑了。没想到你这眼光可以啊！第1轮融资很顺利，产品市场反馈也不错，这分红只是开始。李总过奖了，主要是你们团队技术过硬，方向也准，我只是运气好，碰到了机会。什么运气？是魄力和判断力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更深入一点？我们准备启动 A 轮融资了，也需要拓展市场渠道。你做事踏实，要是愿意过来帮兄弟一把，给你市场副总监的位置，薪水加期权，可比你现在那工作有前景多了。李总，您这邀请太突然了，让我想想。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和挑战，
1年前，我绝对不敢想象自己能接触到这样的层面，但现在有了之前投资的成功经验打底，或许也不是不能闯一闯。李总，感谢您的赏识，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。不过我需要一点时间和家里人商量一下，也把手头的工作做一个妥善的交接。没问题，我等你消息，看好你。情况就是这样，风险与机遇并存。去的话，前期肯定会非常忙，压力也大，但未来发展的天花板更高。留在现在的公司，安稳，但上升空间有限。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不要考虑我和阿姨，云翔，只从你自身的事业发展和意愿出发。我想试试，以前为了王珂，我放弃过一次很好的职业机会。现在，我想为自己，为我们再去拼一次。而且，我对李总他们的项目有信心，也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应对这个挑战。那就去，家里的事不用担心。阿姨的便利店现在运行稳定，云塔有孙卓陪着创业，我这边工作虽然忙，但也能照顾好自己。你只管去闯。你早就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为了一份感情就牺牲一切、委曲求全的你了。你现在有底气，也有能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业和人生。我为你高兴。谢谢你，徐荣，遇到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A 轮融资的钱马上就要到位。投资人对我们智能工业传供节点项目的期待很高，但竞争对手瑞科比我们早半年推出类似概念产品。虽然他们的算法精度有争议，但已经抢占了不少早期客户。我们的时间窗口不多了，算法迭代和样品测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，性能稳定性超过瑞科没问题。但量产前的成本控制和供应链优化压力很大。用户调研反馈，除了性能，他们更关心部署的便捷性和后期数据服务自涯值，这是我们区别于瑞科纯卖硬件的关键。李总、陈工、微微，我初步看了资料，我们的技术优势明显，但市场认知为零。当前的关键不是全面铺开，而是精准找到并拿下标杆客户，用实实在在的应用案例和 ROI 数据说话，才能撕开瑞科的口子。思路对。你有什么具体目标？我研究了一下，本市刚获批的智能介绍示范全区里，有几家中小型精密制造企业是瑞科正在接触但还没拿下的。他们转型需求迫切，但对成本敏感，正是我们证明高性价比解决方案的绝佳试验场。我建议组建一个包括技术、产品和市场的联合小组，集中资源，攻克一家。说的容易，人家凭什么信我们这新牌子？凭我们带着工程师和测试阳机直接下课间，现场解决他们提出的具体痛点。凭我们敢签对赌协议，效果达不到承诺，费用减免。市场部前期的工作不是空口说白话，是做好最扎实的客户痛点分析和竞品对比，为技术同志提供最精确的炮火指引。就按他的思路办，这个攻坚小组你牵头，需要什么资源直接跟我说，我要在1个月内看到第一家标杆客户的意向协议。是。你们创新没听过，瑞科的人来过好几次了，方案看起来也不错。王厂长，瑞科的方案是通用型的，他们的传感器节点在高温高湿的脆张车间，故障率报告显示比常温车间高 15%， 而您的3号脆车线正是良品率变动的重山区，这是我们从公开数据和行业论坛分析得出的。有点意思，不过光说不练假把式。
我们带了工程药机，如果方便，现在就可以去3号车间，现场部署几个点，先采集一批数据看看。成功可以现场调试。怎么样了？数据有惊喜吗？前3天数据很平稳，故障率是0，是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。听起来很有希望，不过你也别太拼了，注意身体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这种感觉很充实，你知道吗？不再是单纯为了生计工作，而是在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，创造一种能被客户认可的价值。这多亏了你当初支持我跳出来。是你自己抓住了机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等到杨大老板下班呢？再不走，我们今晚可就要在办公室里过夜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杨总监、陈工，还有各位，你们是用实力说话。这个结果我很满意。我们厂决定先期采购50套节点，覆盖核心产线，后续全厂改造也优先考虑你们。感谢支持，咱们这就去签合同。干得漂亮，首战告捷，这个标杆立住了。哥，恭喜你事业首战告捷！儿子，这段时间连夜加班，给你留的饭菜还在锅里温着，你收拾一下，赶紧过来吃吧。谢谢妈，谢谢妹。真好吃，这段时间公司里的饭菜我都快吃吐了，还是家里的饭菜好吃。你小子就爱瞎说。儿子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想好什么时候跟小徐求婚吗？小徐可是等了你好几年，又是咱家的大恩人，你可不能辜负他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等过2个月公司这边稳定了就求婚。真的？哥，你要是准备求婚的话，一定要跟我说，我要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。好，一定跟你说。云堂，怎么今天突然想起请吃饭了？中彩票了？这不是想着咱们都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了吗？光吃饭好没意思，不如咱们来玩游戏吧。每个人说一件关于在场某个人最难忘的回忆，或者最真诚的祝福。现在吗？对，就现在。我先来打个样。我最难忘的事儿就是小时候孙卓在我家睡觉，结果尿床了。小祖宗，小祖宗，我求你别说了。哥，接下来到你了。我最难忘的回忆，不是某个具体的时刻，而是这1年多来，每当我回头，都能看到你在我身边。在我最低谷的时候，你像一道光照亮我；在我重新起步的时候，你无条件的信任我，支持我。你让我知道，真正的爱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索取，而是并肩前行，彼此成就。徐荣，我可能给不了你童话里最奢华的城堡，但我能保证，未来的每一天，我都会像今天这样珍惜你，守护你，和你一起面对生活的所有风雨和阳光。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用余生来实践这个承诺吗？我愿意。
不错，郎才女貌，很登对，照片拍的也好，喜庆。爷爷，您都看了好几分钟了。这可是大事儿，当然要看仔细。小杨啊，以后我们家蓉蓉可就正式交给你了。这丫头性子要强，工作上雷厉风行，生活里却有点迷糊，你可得多担待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会用我全部的心力去爱护她，支持她，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好孩子，爷爷信你。蓉蓉跟着你，我放心。婚礼的事儿，你们年轻人自己拿主意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，爷爷全力支持。需要爷爷出面的，随时开口。爷爷，谢谢您。谢谢爷爷。婚礼我们想办得温馨简单些，主要请双方的亲朋好友，具体的我和蓉蓉再商量。行，你们决定就好。对了，你们领证的事儿，亲家母那边知道了吗？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想着先来找您，准备从您这儿离开就过去。好，你们快回去吧，我待会儿去找我那几个老朋友炫耀。哥，嫂子，你们回来啦！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小徐，不，现在该改口叫儿媳妇了。快进来坐，这结婚证让妈看看。好，真好。妈这心里总算是彻底踏实了。她能找到你，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妈，能成为您的儿媳妇也是我的福气。让我也看看。哇，嫂子你真好看，哥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恭喜哥，恭喜嫂子。就你话多。妈，您别光顾着高兴，坐下歇会儿。好，你们也坐下休息会儿，菜马上就好。今天咱们一家人好好庆祝庆祝。王厂长那边的50套节点运行满1个月，数据非常漂亮，故障率为0，良品率提升指标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承诺，对方非常满意，已经启动了全厂改造的初步洽谈。杨超，你这个头开得漂亮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陈工他们的技术过硬，微微的前期调研精准，市场部的同事在后续跟进上也付出了很多。杨总监过谦了，是你抓住了关键，带领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突破口。没错，而且杨总监提出的标杆案例深度服务模式很好。我们现在不只是卖产品，更是提供解决方案和持续服务，客户粘性大大增强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推广的模式。杨总监，你牵头，基于精密制造行业的成功经验，尽快整理出可复制的标准化方案，同时着手拓展其他有类似痛点的行业，比如食品加工、仓储物流的环境监控，我们需要快速复制成功。明白，李总。我已经让团队开始着手分析目标行业，并初步接触了几家潜在客户，方案模板也在同步整理。很好。另外 ，A 轮资金到位后，研发和市场都要加大投入。杨总监，你肩上的担子会更重，公司正在快速发展期，需要你这样的将才。我会全力以赴。刚开完会，正准备叫外卖，你呢？还在公司？我也刚弄完，别叫外卖了。我知道一家新开的养生粥铺不错，离你律所不远，我去接你，一起吃点热的。好，路上小心，等你。哇，这里好漂亮，这些花看起来好新鲜。欢迎光临，今天刚到了很多漂亮的玫瑰和绣球，可以随便看看。那边有多肉植物和小盆栽，也很适合放在宿舍。这束多少钱？我想送给室友当生日礼物。
这数是128元。如果需要写贺卡，我们这里提供免费的卡片和代写服务。卡片有这几种风格，你看看喜欢哪种？累死了，今天那桌客人真难伺候，挑三拣，小费也没给。唉，习惯了，干我们这行就这样。对了，王珂，你妈最近好点没？还是老样子，时好时坏，清醒的时候能认得我，糊涂了就到处找凯琳。医药费是个无底洞。你也真不容易，白天晚上都要上班，还得时时刻刻关注你妈，身上的钱还够用吗？之前找徐荣借了3万块，医院费用暂时够用，我自己再多打一份工，慢慢还。徐荣，就是你之前那个律师朋友，他人还真不错。要我说，王珂，你也别总想着以前那些事儿了，往前看吧。你现在肯吃苦，慢慢来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我知道，以前是我自己糊涂，现在只想把我妈照顾好，把债还清，其他的不敢想。还不睡？明天不是要出庭？马上就看完了。你这个项目经理不也还在加班？我这就弄完了，头发要吹干，不然容易头疼。今天妈打电话来了，问我们周末回不回去吃饭，说煲了汤。回啊，正好我也有些工作上的事儿想跟孙卓量量，他那个花艺工作室的线上推广，或许我们可以给点建议。云堂说他们最近生意还不错，虽然累，但挺开心。孙卓很护着他，重活累活都抢着干。那小子总算有点样子。对了，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？李总今天找我谈，说公司计划在临市设立一个办事处，主要负责拓展那片区域的工业市场。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过去主持一段时间，大概半年到1年，等团队和市场稳定了再回来。你怎么想？机会很好，能独立负责一块区域，对职业发展是很大的提升，但意味着我们要暂时分开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如果是从事业发展的角度，我觉得你应该去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自己当一面能力的机会。至于我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工作，有爷爷，妈和云堂也在这边，我们每天都可以视频通话，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再说了，小别胜新婚嘛，而且我可以趁你不在，好好规划一下我们的蜜月旅行，等你回来，我们补上。好，听你的，以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会的。